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，曾有过数次灭佛运动，期间佛像被砸，寺庙被毁，原本属于僧侣的土地财产尽数充公，数以百万计的僧尼被迫还俗甚至充军，这便是被后人称之为三武一宗的灭佛法难。今天莫言就为大家详细讲解其中的缘由。其实历代帝王之所以发起灭佛运动，无非就以下几点原因：一是朝廷经济，二是稳定皇权，三是国家人口结构。灭佛的朝代分别是公元408年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，公元543年北周的周武帝宇文邕，公元814年的唐武宗李炎，以及公元921年周世宗柴荣。首先，北魏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，但汉民们推崇的却是儒家和道家思想，所以为了改变意识形态，就开始大力推广佛教。通过几十年的时间，北魏基本稳定了局势，同时佛教信徒也几乎已经遍布全国。可这个时候，佛门的权力似乎有些过于大了，在某些事情上能左右甚至凌驾于皇权。一些当朝大官也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。随后太武帝便以僧侣私通叛军为由，开启了第一次灭佛运动。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便是佛门只进不出的条例。上百年来，佛门收敛了无数钱财，他们用钱财购买土地修建庙宇。由于宗教组织不用缴纳任何税赋，这导致朝廷的税收一年不如一年。再加上残酷的战争，导致年轻人直接皈依佛门，逃脱兵役。要知道，在古代，一个朝廷最看重的便是人口和税赋。就这样，灭佛运动在接下来几十年中持续了3次，佛门土地全部充公，所有的钱财通通上缴国库，40岁以下的僧人强行充军。但短短200年后，第二次灭佛运动开始了。这一次的发起者是北周王朝的周武帝，因为他尚未称帝的时候，全国居然已经有了300万名僧侣，寺庙更是多达4万多所。要知道，当时北周的人口还不到1000万，佛门有着富可敌国的资产，却不用缴税，所以周武帝就想到了一个特殊的灭佛方式，那便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道教，时不时的还联合道士僧侣在一起辩论，但这种效果似乎没有任何作用。随后周武帝直接不装了，当即开展了第二次灭佛运动。翻脸速度之快，手段之果决，几乎没有给佛门留下任何余地。短短5年的时间里，让230万僧侣失去了铁饭碗，并且永久地免除了佛门的免税权。虽然周武帝的做法过于激进，但收获还是非常巨大的，不仅一举让国库充盈，还让军事实力到达了顶峰。其实这2次灭佛运动还能理解，但第3次灭佛运动却发生在极其看重佛教的唐朝。众所周知，唐朝佛教的影响力达到了鼎盛，在唐武宗李炎登基时，整个国家僧人已经超过了40万，全国正在修建的寺庙就有5万所，朝廷中被封为座上宾的高僧就有70多名，而也就是这70多位僧侣导致了第3次灭佛运动。因为他们勾结大臣下海经商，收敛民间大量财产，随后购买土地，这使得唐朝的税收一年不如一年，并且唐武宗李炎想要改变也极其的困难。因为朝中的大臣有一大半都是佛教徒，所以唐武宗就起了杀心，选择了使用帝王们独有的权利，那便是一言堂，无视所有大臣的想法，开启了灭佛运动。第一个便是让50岁的僧侣还俗，自愿还俗者不用参军，也不用上缴财产，不愿还俗的人则要没收财产后发配充军。看似多选题，实则是个单选题。6年的时间中，有25万人还俗从商，32万公顷的良田收为国有，强行拆毁寺庙3万间。唐武宗李炎的灭佛运动对于佛门的打击最为沉重，被后人称之为会昌法难。而在110年后，周世宗柴荣再度发起了第4次灭佛运动，而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人口结构。年轻人为了吃饱饭不服兵役，纷纷皈依佛门。周世宗柴荣随后做出了一个非常委婉的灭佛方式，首先禁止皇室成员皈依佛门，其次允许就算年轻人皈依佛门也要服兵役，接着便是禁止民间向佛门捐赠铜器和铁器，最后便是禁止有犯罪前科的人皈依佛门。不得不说，4次灭佛运动放在如今看来似乎都非常有道理，也非常有必要。毕竟人口和税收是古代最为看重的2个方面，一旦触碰皇权的逆鳞，必然会受到雷霆手段。